各位阿公阿嬷、各位叔叔阿姨，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属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长辈都在经历，但却常常搞错方向，甚至走错路的问题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过了70岁以后，这腿脚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。以前去菜市场买菜，提着2大袋菜走回家，气都不喘一下。现在呢，光是从客厅走到厨房，或者从1楼爬到2楼，就觉得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，酸软无力，甚至膝盖还会隐隐作痛。有时候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还得扶着把手，缓个好几秒钟才敢迈步，甚至走着走着，突然脚底一软，差点跌个4脚朝天，把自己和家人都吓出一身冷汗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长辈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哎呀，我这是骨头脆缺钙啦，然后赶紧去买一堆钙片，天天喝骨头汤，拼命补钙。可是补了半天腿还是没力，还是走不动，甚至还是摔了一跤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70岁以后腿脚没力，真的别只盯着补钙。补钙当然重要，它能帮你的骨头变硬，但骨头再硬，如果没有肌肉去拉动它，没有神经去指挥它，没有好的关节软骨去缓冲，你这台老爷车还是跑不动的。根据我们最新的流行病学和老年医学研究显示，70岁以上的银发族真正导致腿脚无力，甚至引发致命跌倒的3大杀手，其实是第一，肌少症导致的肌肉萎缩；第二，慢性发炎引起的关节与肌肉退化；第三，周边神经传导变慢导致的反应迟钝。而这3大杀手光靠补钙是解决不了的，大家知道吗？老年人最怕什么？不是感冒，也不是高血压，而是跌倒。在医学界，我们有一句话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，指的就是老年人因为跌倒造成的髋关节骨折。一旦跌倒骨折，卧床不起，接着就是肺炎、泌尿道感染、褥疮。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一次跌倒，生活质量直线下降，甚至因此离世。所以想要腿脚有劲，走路带风，上下楼不费劲，我们必须要找对原因，补对营养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好好揭秘，真正影响70岁以后老人腿脚力量的，其实是这5种关键营养。抓住黄金保养期，把这5种营养补足，为你的健康加码，让你70岁、80岁照样能到处走走看看好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，来看看这5种让腿脚回春的关键营养到底是什么。第一种关键营养，优质蛋白质，对抗肌少症，为肌肉盖房子。很多长辈一听到腿没力就想到骨头，但其实带动骨头走路的是肌肉啊。我们的腿部肌肉就像是大树的根扎得不深不牢，树稍微被风一吹就倒了。人从40岁开始，肌肉量就会悄悄流失，到了70岁以后，流失的速度更是像坐溜滑梯一样快，这在医学上叫做肌少症。我常在诊间遇到一些阿嬷，体型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觉得这样很健康，没有3高。可是我一捏他的小腿肚，松松垮垮的，完全没有弹性。我叫他双手交叉在胸前，试着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试了3次都站不起来，必须用手撑着。这就是典型的肌少症，肌肉不够，你的腿就没有爆发力，也没有耐力，走2步就累，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当然容易跌倒。那为什么70岁以后的长辈特别容易缺乏蛋白质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牙口不好，很多长辈假牙不合，或者牙齿掉光了，咬不动肉，干脆就吃稀饭配酱菜、豆腐乳，或者吃阳春面。第二，怕胆固醇，怕3高，觉得吃肉不健康，天天吃素，结果蛋白质严重不足。第三，消化吸收能力变差，年纪大了，胃酸分泌减少，就算吃进去了，身体也吸收不了多少。所以70岁以后，蛋白质的摄入不仅不能少，反而要比年轻时更讲究。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我给大家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。首先，分量要吃够。一般成年人每公斤体重需要 0.8 克蛋白质，但7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对抗肌少症，每天需要 1.0 到 1.2 克。如果你体重60公斤，每天就需要60到72克蛋白质。这听起来很多，但其实分配到3餐，每餐大概吃一个手掌大小的量就可以了。其次，3餐要均匀分配，很多长辈早上吃稀饭，中午吃面，晚上才吃一块肉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们的身体一次能利用来合成肌肉的蛋白质大概只有25到30克，吃多了也吸收不了。所以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每一餐都要有优质蛋白。那吃什么最好呢？我推荐大家4个1原则：每天1颗蛋、1杯奶或者豆浆、1两鱼、1两肉。鸡蛋是自然界中最完美的蛋白质，吸收率极高，而且便宜好取得。
如果怕胆固醇，一天吃1颗全蛋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奶制品的话，如果喝牛奶会拉肚子，也就是乳糖不耐，可以改喝无糖酸奶，或者吃传统的板豆腐。注意哦，是传统板豆腐，不是那种水水的嫩豆腐。板豆腐的蛋白质和钙质都高很多。肉类方面，尽量选白肉，像鸡肉、鱼肉。鱼肉不仅蛋白质好消化，还含有对心血管好的脂肪酸。如果长辈牙口不好，可以把肉剁碎，做成肉末蒸蛋、鱼肉粥，或者把肉炖得烂烂的，像红烧牛腩、清炖排骨连汤带肉一起吃。这里要特别辟谣一个迷思，很多长辈觉得喝骨头汤能补骨头补身体，其实骨头汤里白色的那一层全都是脂肪和嘌呤，蛋白质含量微乎其微。你喝了一大锅骨头汤，不仅没补到肌肉，反而把血脂喝高了。真正要补，请直接把肉吃下去。如果长辈真的胃口很差，吃不下固体食物，可以考虑在2餐之间补充乳清蛋白粉。乳清蛋白吸收快，对老年人长肌肉效果很好，可以加在牛奶或豆浆里一起喝，方便又营养。第二种关键营养，维生素 D， 钙质的搬运工，肌肉的启动钥匙。讲完蛋白质，我们来讲讲维生素 D。很多长辈知道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，所以觉得我有在吃钙片，里面就有维 D 了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维生素 D 对腿脚力量的影响远不止于骨头，它更是肌肉的启动钥匙。我们的肌肉细胞表面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D 受体的东西，当维生素 D 和这个受体结合时，肌肉细胞才会活跃起来，进行收缩和力量的输出。如果体内维生素 D 不足，你的肌肉就像是没有插电的马达，就算肌肉量还在，它也发挥不出力量，表现出来就是吃腿软没劲，起力困难。更可怕的是，根据我们的健检数据统计，台湾和香港有超过 70% 的银发族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浓度是不达标的。为什么大家天天在外面走还会缺维 D 呢？第一，长辈怕晒黑怕热，出门都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，撑伞戴帽子穿长袖，阳光根本照不到皮肤。第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合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大幅下降，70岁老人的皮肤合成效率可能只有年轻人的1/4。第三，饮食中天然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非常少，所以想要腿脚有力量，维生素 D 一定要补足。怎么补呢？第一招，聪明晒太阳，不需要在中午大太阳底下去暴晒，那样容易晒伤，甚至增加皮肤病风险。建议在早上10点前或者下午3点后，阳光比较温和的时候，露出手臂和小腿，晒个15到20分钟。晒太阳的时候不要涂防晒霜，因为防晒霜会阻挡紫外线，让皮肤无法合成维 D。第二招，从食物中吃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，主要是深海鱼，像三文鱼、央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。另外，晒过太阳的干香菇、木耳以及蛋黄也含有一些维 D。建议长辈每周至少吃2次深海鱼。第三招也是最直接有效的一招，就是吃保健食品。市面上有维生素 D2 和 D3 两种，请大家一定要选维生素 D3， 因为 D3 是人体自然合成的形态，吸收利用率比 D2 好得多。70岁以上的长辈建议每天补充800到20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， 因为维 D 是脂溶性的，最好跟着含有油脂的饭后一起吃，吸收效果最好。如果有机会去做健检，建议长辈可以加验一项25羟基维生素 D， 也就是血液维生素 D 浓度。如果数值低于30纳克每毫升就是不足，低于20纳克每毫升就是严重缺乏，那就需要在医师指导下用更高剂量的维 D 来补充了。第三种关键营养 Omega-3 脂肪酸，抗发炎的灭火器，保护关节与肌肉。第三种营养很多长辈可能比较陌生，但它对腿脚力量的维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那就是 Omega-3 脂肪酸。大家有没有觉得70岁以后不仅腿没力，膝盖还常常僵硬疼痛，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里面好像有沙子在磨？这其实是退化性关节炎和慢性发炎在作怪。我们的身体随着年龄增长会处于一种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，这种发炎不像感冒发烧那样明显，但它就像是在身体里放了一把慢火，天天在烧。这把火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，让关节变薄变粗糙，走路就会痛。同时这把火还会抑制肌肉蛋白质的合成，加速肌肉的流失。你想想，关节痛得不想动，肌肉又一直在流失，腿怎么可能有力气？而 Omega-3 脂肪酸就是身体里最天然的灭火器，它能够有效降低体内的发炎反应，保护关节软骨，减轻膝盖的疼痛和僵硬感。
不仅如此，最新的研究还发现 Omega-3 能够提高肌肉对蛋白质的敏感度，也就是说它能帮你吃进去的蛋白质更好的转化成肌肉。那么长辈该怎么补充 Omega-3 呢？最好的来源当然是天然食物。Omega-3 主要存在于深海鱼类和某些植物种子中。我强烈建议长辈们把家里的食用油换一换，减少使用大豆油、玉米油这些含有较多促发炎的 Omega-6， 改用橄榄油、苦茶油。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，像鲑鱼、荒鱼、梨货鱼。如果喜欢吃素或者不爱吃鱼，可以每天吃一小把核桃，或者在凉拌菜里加一点亚麻籽粉、紫苏油，这些也都含有丰富的植物性 Omega-3。如果长辈实在吃不够鱼，或者觉得每天弄鱼太麻烦，可以选择高品质的鱼油保健食品。在挑选鱼油时，我教大家3个秘诀。第一，看浓度。Omega-3 的有效成分是 EPA 和 DHA， 买的时候要看背面营养标示， EPA 加 DHA 的浓度最好在 80% 以上，不然你吃进去的大部分是无效的废油。第二，看剂型，建议选择 RT 剂型的鱼油，这种剂型的吸收率最高，对肠胃的负担也最小。第三，看比例，如果是为了抗发炎、保护关节， EPA 的比例可以高一点。如果是为了保养大脑、预防失智， DHA 的比例可以高一点。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安全事项， Omega-3 有轻微的抗凝血作用。如果长辈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，比如华法林，或者近期准备要动手术拔牙，一定要先跟你的主治医师确认，看看鱼油的剂量是否需要调整，以免增加出血的风险。第4种关键营养，维生素 B12 与叶酸神经的绝缘层，让大脑指令顺畅传达。讲完了肌肉、骨头和关节，我们来讲一个经常被忽略但却至关重要的系统——神经系统。我们的腿为什么会动？是因为大脑下达了指令，通过脊髓再顺着周边神经传导到腿部肌肉，肌肉收到信号才会收缩。这个过程就像打电话，大脑是总机，神经是电话线，肌肉是接听方。但是70岁以后，很多长辈的电话线老化了。神经纤维外面有一层保护膜，叫做髓鞘，就像电线外面的绝缘皮。如果绝缘皮破损了，神经信号就会漏电，传导速度变慢，甚至信号传不到。大脑明明已经喊了快用力站稳，但信号传到脚底已经慢了半拍，结果就是脚软绊倒。很多长辈走路容易踢到门槛，或者觉得脚底麻麻的像踩在棉花上，这就是周边神经病变的征兆。而要维护这层绝缘皮，保证神经传导顺畅，最关键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B12 和叶酸，也就是维生素 B9。维生素 B12 缺乏在银发族中非常普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B12 的吸收非常复杂，它需要胃酸和胃黏膜分泌的一种内在因子来帮忙。70岁以后的长辈很多都有萎缩性胃炎，或者长期吃胃药制酸剂导致胃酸不足， B12 根本吸收不了。另外 B12 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，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吃素的长辈，那 B12 缺乏的风险就非常高了。缺乏 B12 不仅会导致腿脚麻木无力，还会影响记忆力，甚至增加失智的风险。而叶酸不足则会导致血液中的同半胱氨酸升高，这是一种会损伤血管和神经的毒性物质，不仅伤腿，还会增加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。那该怎么补呢？对于 B12 非素食的长辈，可以多吃蛤蜊、牡蛎等贝类，以及猪肝、瘦肉、鸡蛋和牛奶，这些食物中的 B12 含量非常丰富。但如果你已经有萎缩性胃炎，或者长期吃素，靠食物补充可能不够，因为你的肠胃吸收不了，这时候建议直接购买维生素 B12 补充品，最好选择甲钴胺这种活性形态的 B12， 而且建议用舌下含片或者喷雾的剂型，让它在口腔黏膜直接吸收，绕过肠胃道，吸收效果会好很多。如果缺乏非常严重，医师可能会建议直接打 B12 的肌肉注射针剂，见效最快。对于叶酸，深绿色蔬菜是主力军，菠菜、地瓜叶、空心菜、西兰花，每天都应该吃满1大碗。另外，豆类、柑橘类水果也含有叶酸。这里要提醒长辈，叶酸怕热，蔬菜不要煮得太烂，最好用快炒或者微波清蒸的方式保留更多的营养素。在健检的时候，除了常规的抽血，建议长辈可以加验一项同半胱氨酸，如果这个数值偏高，通常大于15微摩尔每升，就代表你体内的 B12 和叶酸可能不够了，需要赶紧补充。这不仅能保护腿脚神经，还能保护心脑血管哦。第5种关键营养，镁与钾，肌肉的放松剂与电池，预防抽筋和无力。最后一种关键营养，我们要讲的是2种矿物质，镁和钾。它们俩就像是肌肉的放松剂和电池，
很多长辈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半夜睡觉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小腿肚一阵剧痛，抽筋抽到整个人惊醒，痛得在床上打滚，或者白天走路走没多久，小腿就酸胀发紧，必须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走。大家都以为抽筋是缺钙，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缺镁。我们的肌肉要正常运作，需要钙和镁的完美配合。钙负责让肌肉收缩，镁负责让肌肉放松。如果体内镁不够，肌肉收缩后就无法顺利放松，就会一直处于紧绷状态，导致抽筋、酸痛、僵硬。而钾呢，它是维持细胞内外电位平衡的关键，就像是肌肉的电池。如果缺钾，肌肉细胞就没有电，表现出来就是全身乏力、双腿发软，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。为什么70岁以后的长辈特别容易缺镁和钾呢？第一，吃得太精致。镁主要存在于全谷物、坚果和深绿色蔬菜中。现在很多长辈怕糙米硬，怕坚果咬不动，天天吃白米饭、白面条，镁的摄入量严重不足。第二，药物影响。很多长辈有高血压，长期服用利尿剂来降血压。利尿剂在排水的同时，也会把体内的钾和镁大量排出体外。如果你在吃利尿剂，一定要特别小心电解质流失的问题。第三，肠胃吸收变差或者长期腹泻也会导致镁和钾流失。那该怎么把镁和钾补回来呢？先说钾，钾的最好来源是新鲜蔬菜和水果，香蕉、猕猴桃、哈密瓜、土豆、番茄都是补钾高手。蔬菜方面，菠菜、苋菜、空心菜不仅补镁也补钾。建议长辈每天吃2份水果，大概2个拳头大小，3碗蔬菜。如果长辈有在吃降压药，可以请医师开一张电解质检查，看看血液中的钾离子浓度是否正常。再说镁的食物来源包括全谷物、燕麦、糙米、藜麦、坚果种子、南瓜子、杏仁、黑芝麻、深绿色蔬菜以及豆类。我教长辈一个小秘诀，每天吃1小把无调味的综合坚果，大概10颗杏仁加上1小匙南瓜子，就能补充一天所需的很大一部分镁。另外，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，或者在煮饭时加一把藜麦，不仅增加了膳食纤维，也大大提升了镁的摄入。如果长辈经常半夜抽筋或者腿部肌肉紧绷，可以考虑在睡前补充镁的保健食品。市面上的镁有很多种，建议选甘氨酸镁或柠檬酸镁，这2种吸收率高，而且不容易拉肚子。睡前吃一点镁，不仅能预防抽筋，还能帮助放松神经，改善睡眠质量，一举两得。这里要给出一个非常严厉的安全警告，如果你的长辈有慢性肾脏病，特别是肾功能已经退化，到第3期以后的排出钾和镁的能力会变差，这时候千万不要盲目补充钾和镁，也不要吃太多高钾水果和坚果，否则会导致高血钾症，引发致命的心律不整。肾脏病长辈的饮食一定要严格遵照肾脏科医师和营养师的指示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把真正影响70岁以后腿脚力量的5种关键营养，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 D、Omega-3 脂肪酸、维生素 B12 与叶酸以及镁与钾都给大家详细拆解了一遍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5种营养没有一种是靠喝骨头汤或者只吃钙片就能补足的？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精密的仪器，肌肉、骨骼、神经、关节缺一不可。只有把这5种营养均衡地吃进肚子里，你的腿脚才能真正有力量。除了吃对营养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还想给长辈们3个贴心的小建议，帮助你们把保养的效果最大化。第一，居家环境一定要防跌。腿脚没力的时候，环境安全就是最后一道防线。把家里的地毯收起来，电线固定好，浴室里一定要装扶手，地上铺防滑垫。晚上起夜的时候，走廊和厕所的灯一定要亮，不要怕麻烦，这些小改变关键时刻能救命。第二，每天做一点阻力运动，营养吃进去了，还要靠运动把肌肉练出来，不需要去健身房举重，在家里就可以做。比如俯卧深蹲，双手扶着椅背，慢慢蹲下再站起，或者坐姿抬腿，坐在椅子上，把小腿伸直抬平，停留3秒再放下。每天做个10到15次，能有效刺激大腿肌肉，保护膝盖。第三，保持好心情，多出门走走，不要因为腿脚稍微没力，就天天闷在家里。去长青学院上课，去公园和老朋友聊聊天，哪怕只是坐在轮椅上，出去晒晒太阳，对身心都有极大的好处。心情好，胃口就好，营养吸收自然也就好了。70岁绝对不是生命的尾声，而是人生另一个黄金阶段的开始。跨过这道健康的坎，靠的不是昂贵的补品，而是科学的饮食、适度的运动、积极的心态，以及对自己身体的用心呵护。把今天讲的5种营养融入到每天的3餐中，为自己的健康加码。
你一样可以拥有高质量、有尊严、到处走得动的乐龄生活。最后还是要啰嗦提醒一下大家，今天的健康科普资讯是供大家参考和日常保养用的。每个长辈的身体状况、用药情况都不一样。如果您有严重的不适或者腿脚无力，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，请一定要尽早去医院，找专业的医师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治哦。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阿公、阿嬷、叔叔、阿姨都能吃得下、睡得着、走得稳，身体健康、平安快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